之前，美国一家智库对台海战争进行了兵棋推演，如今24轮的推演已经全部完成。这场战争的结局是美军以损失2艘航母惨胜的代价，阻止了解放军在3周内解放台湾。来看详细情况。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密财户，我是虎妞。前段时间，美国一家叫做 CSIS 的智库对2026年可能到来的台海战争进行了兵棋推演。当时的兵棋推演只进行了一半，所以中美双方互有胜负。但是到现在，这家智库的24轮兵棋推演已经全部完成，而这家智库也得到了一个结果：在这场战争中，美国会获得胜利，但是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是一场惨胜。因为美军损失了2艘航母，10至20艘大型水面作战舰艇，并且在3周的时间里损失了3200名士兵，这是美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斗20年的1半损失。不过也正是在这3周的时间里，美军成功地阻止了解放军解放台湾。如果单从资料上来看，这家智库确实费了挺大劲儿的，长达165页的报告让人看起来眼花缭乱。如果不仔细看报告内容的话，以为在未来的台海战争中，真的就会像这家智库所说的这样，会以美国获得惨胜而结束。不过这份报告中有一点倒是没有讲错，在3周的时间里，台海战争必须结束。因为台湾是一个小岛，如果想要打持久战的话，无法从任何运输渠道获得补给，不像乌克兰那样，不但地盘大，还能通过周边其他国家来进行物资运输。台湾不同，孤零零的在大海中，一旦产生冲突，必然被解放军在第一时间实行海空全面封锁，没有任何获得补给的机会。所以在台海战争中必须速战速决。不过其他几点就有点荒谬了。在未来爆发台海战争后，美军第一轮面对的必然是解放军的导弹袭击，因此对于美军如何抵御解放军的狂轰滥炸，就成了一个重点难题。在这家智库的推演中，美军防御系统发射的拦截弹有 70% 的成功率拦截到来的反舰导弹，因此可以用2枚拦截弹去拦截1枚超音速反舰巡航导弹，并且按照他们的估算，解放军的反舰导弹有 15% 几率会出现发射失败， 10% 几率会出现终端制导故障， 8.7% 几率会出现瞄准错误。这还只是有拦截弹的军舰，对于那些没有拦截弹的军舰，这家智库认为上面搭载的末端拦截武器和电子战系统也能够达到 70% 的效果。换句话说，美军的舰队等于开了无敌，无论怎样，解放军的导弹多么先进强力，都能够被拦截。并且这家智库的观点可能还借鉴了岛上某位专家的话，1枚天宫导弹的拦截成功率是 70%， 那3枚就 210%， 一定能够拦截。在这家美国智库这儿就成了2枚就能拦截了，着实是得到了台湾军事专家的真传。有人可能想说，我国的东风导弹呢？为什么不用呢？因为这家智库认为，解放军可能会因为担心某种原因，选择扣留部分的东风导弹不用，作为威慑力量。也不知道为啥都打起来了，还想着威慑呢？显然这说法站不住脚。拦住了解放军的导弹打击后，接下来就要轮到双方海军进行正面交锋了。但是这家智库却认为，美军有着大量的远程轰炸机，这些远程轰炸机可以通过在解放军的防空导弹射程外发射大量的 LRASM 来对付解放军海军。这一点更是扯淡。就算美军的远程轰炸机能够在我军防空导弹的防区外发射导弹，但美军总共就450枚的 LRASM 导弹库存，真的能够打击我国海军的全部舰艇吗？考虑到台海战争解放军有着主场优势，因此这家智库认为，仅靠美军现有的实力可能不太够对付解放军。因此在台海战争中，日本台当局也参与到了其中。日本由于部署了大量的美军基地，所以遭到了解放军的全面打击，基地全部被摧毁，并且损失了超100架作战飞机，26艘作战舰艇。台岛这时已经无所谓了，无论有没有被解放，都将面临基础设施被全部摧毁，陷入完全瘫痪的状态下。此外，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
也会出动自己的一小部分远程打击力量，如航母和核潜艇，但这些远程打击力量有很大概率都折损在这里。毕竟美军都损失了2艘航母在这儿，这些国家不留下点什么就说不过去了。就这样，经过3周的战斗，美军算是阻止了解放军解放台岛，而解放军也会付出约1万人阵亡，损失155架战机和133艘舰艇，2栖舰队核心战力被瓦解的代价。而美军的损失虽然小，但是多方势力加起来损失，实际上和解放军相差无几。也正是因为这样，这家智库才建议美军应该多建造一些小型军舰和潜艇等不容易受到打击的目标，在先进战机的产能上也应该放缓，转而追求可以进行持续打击的轰炸机。因为这些战机在日本周边的基地被摧毁后，将完全处于报废的状态。这话是不是越听越不对劲儿的？怎么感觉越来越有点像美军炒作中国威胁论时要国会打钱的套路呢？这家智库可能也是心里明白，在未来爆发台海战争后，以美军目前的状况，可能根本就无法取得胜利。总共能派往这一地区的航母就2艘，结果还全部沉在这儿了，这让人怎么交代？所以不得不加上诸多的限制。解放军不会动用东风导弹，美军拦截弹可以拦截一切，美军导弹多到可以摧毁解放军所有海军舰艇，再加上多国盟友的参与，结果就这，美军还是惨胜。但这家智库也不得不说美国赢了，不然的话，美军给自己那么多经费，推演了这么几个月，结果说美军会惨败，这不是打自己金主的脸吗？而且这家智库说的也很明白了，必须速战速决，在3周内解决冲突。3周解决不了怎么办呢？以我国现在的工业实力，美军只能失败。我国应该怎么应对台海战争？这家智库也算是说得很明白了。